11月的国产剧市场真是热闹不已，各个题材的新剧一部接一部，但拿起遥控器挨个看2集后，真是让人一言难尽。大部分都是滥竽充数之作，别说看下去的欲望了，有的剧情甚至能让你火冒三丈。尤其是下面这6部烂剧，真是一部比一部奇葩，谁看谁踩雷。以爱为营，本剧在白鹿和王鹤棣2大人气演员的加持下，开播后获得了不俗的热度，但很多观众没看几集就选择了弃剧。芒果的制作水平真是不敢恭维，故事情节毫无新意，霸道总裁和灰姑娘的故事已经烂大街了，画面滤镜和服装造型就像10年前的韩剧，土到离谱。女主白鹿的眼妆和眉形十分显老，眼睛画得一个大一个小，几套造型都拉低观众的审美下限，全程被女配碾压。男主王鹤棣也没有演出实验的精髓，总是给人一种端着的感觉，台词口音太重，还一直皱眉头挑眉毛，看着难受。好在一众配角撑住了场面，守住了最后的收视率。无所畏惧，作为一部法治题材作品，本应该传递的是正能量和普法精神，但本剧为观众呈现的却尽是家长里短的糟粕事和雷人情节。身为律师，出了交通事故，在没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驾车逃逸，变更工伤法人，本人没有到场，还被工作人员串供，却不知道鉴定笔记。女主负债累累，还能供得起小保姆，天天开英菲尼迪，后面还换了辆特斯拉，各种侮辱智商的桥段比比皆是，当闹剧都看不下去。人物设定和演员演技也给人心里添堵，热依扎强行扮嫩演28岁女律师，一脸苦相哭哭啼啼，王阳全程咋咋呼呼，摇头晃脑，浮夸到不忍直视。朱时茂饰演女主的父亲，眼看女儿被逼到走投无路了，还总是要以德服人，编剧真有你的。宣判，本剧的阵容还是挺吸引人的，但入坑之后却让我大跌眼镜。故事支离破碎，情节极其跳跃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不知道重点想讲什么。无论正派反派都没有一点专业素质，智商全部不在线，演员都在尬演。王千源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在剧中装模作样，就像应付了事。蓝盈莹更是没有一点女法官的样子，一副疯疯癫癫的状态，智商不在线就算了，表现欲还特别强，一惊一乍毫无分寸感，这么多年都没有红，也不是没有原因。风起西周，万万没想到，在第1部口碑崩盘之后，竟然还拍了续集。除了画面和服化道，剧情逻辑一大堆漏洞，莫名其妙的宅斗，人设都站不住脚，各种梗让人起鸡皮疙瘩。娜扎在剧中只会营销自己的美貌，演技依旧毫无进步，脸上能做出来的表情不超过3个。许魏洲的古装适配度完全不达标，给人一种很呆板很僵硬的感觉，演技甚至还不如娜扎，而且2人还都是配音，口型不匹配，对手戏也没有什么水花，毫无 CP 感，怪不得偷偷摸摸空降了。最遥远的距离，起初是被这部剧的颜值吸引了，但事实证明，没有一个好的故事，根本留不住观众。导演和编剧实在是太业余了，根本不会叙事，一上来就把剧情大纲全部甩到观众脸上。男女书和我们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时空，每天除了谈情说爱，一点正事没有。男主张云龙身为医生，天天闲得没事干，只知道整理前女友的玻璃屋，唯一的病人就是设计师。女主钟楚曦也看不出来什么设计天分，平时就会摆摆造型，莫名其妙开始羡慕男主的爱情，所以她接手了。一句话，当电子榨菜都不够格。岁岁清廉，作为一部积压剧，能开播真是勇气可嘉。整部剧都给人一种粗制滥造的感觉，剪辑还不如 PPT， 情节和人物离谱到匪夷所思，斗智的手法还不如猫和老鼠，烂到让人笑出声。何润东、何鸿燊、黄圣依3位主演的演技一个比一个辣眼睛，男主除了油腻和臃肿，没有任何特点，为了突出男主帅，只能把男配弄得更丑。
俩女主更是让人无语凝噎，一个比一个老，干什么都不带脑子，全靠开机手指。